大家好，本期视频呢，我们继续进行美国留学全解析，来继续解读美国移民局发布的留学生报告。上一期呢，我们介绍了留学生的就业数据，这一期呢，我们继续介绍入学以及在读数据。2024年呢，美国国际学生，也就是持 F1 和 M1 签证的活跃记录总数达到了1582808人，相比较于2023年呢，增长了 5.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人数持续上升，但增长速度呢已经明显放缓。与2022年至2023年间高达 10.4% 的增长率相比呢，2024年的 5.3% 增速几乎减半。这一趋势呢，可能预示着全球留学市场正在从疫情后的报复性反弹期过渡到了一个更为平稳和成熟的增长阶段。OK， 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大学。国际学生的流向在地理和院校层面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集中性。少数顶尖大学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成为了全球人才的汇聚地。榜单显示呢，最受欢迎的大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位于大都市的顶尖私立大学，比如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另一类呢是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比如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系统的分校。我们从这个报告中呢，可以看到呢一个惊人的数据，也就是说有8所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了15000人，而榜单上的前20所大学呢，共招收了303948名 F1 学生，占全美 F1 和 M1 学生总数，也就是1582808人的 19.2%。这也意味着呢，几乎每5个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呢，就有1个就读于这20所中的巨型大学之一。那么这种巨型大学现象的出现呢，创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人才生态系统。这也意味着这些大学不仅仅是学术中心，更是全球人才的战略枢纽，他们成为了顶级雇主进行集中招聘的首选地。那么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而言呢，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特色专业或者细分领域建立优势，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招生竞争中呢脱颖而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热门的专业领域都是什么。那么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国际学生在专业选择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实用主义和就业导向性，技术和商科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计算机科学，也就是 CS， 凭借广泛的职业适配性与发展潜力，稳居国际生申请热门专业的榜首，在读学生呢总数有 11.8万人。如果将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General 以及计算机工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General 合并为计算机相关专业大类后，它的领先优势呢更为突出，达到了 21.87万人。那么 STEM 方向在前20专业中呢，依然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中计算机相关的 21.87万，STEM 呢是 19.6万人，商科是 20.87万人。可以认为前20的专业中呢，计算机、商科以及不含计算机的 STEM 是3分天下。这也清晰地表明了国际学生群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 STEM 领域。这也与最佳雇主中的顶级科技公司巨大的人才需求呢，形成了直接的供需对接。再来看一下商科类的工商管理88257人，管理科学40403人，管理科学与数量方法30301人，商业分析20645人，合计呢有 20.87万人。
然后呢是 STEM 类的电子电气工程有36939人，信息技术31215人，机械工程29698人，土木工程17883人，化学类16454人，工程15878人，合计呢有19.6万人。那么文理类的主要是文理通识教育有27837人，通识教育有26943人，普通高中或者中等教育文凭课程呢有23663人。可以看出呢，前20的专业总人数是 79.77 万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达到了 50.4%。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源国的分析情况。具体情况呢，就是印度和中国这2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亚洲作为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大陆，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2024年呢，来自亚洲的学生占到了总数的 71.7%， 其主导地位无可撼动。但是呢，在亚洲内部，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正在发生。这个表格的数据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2024年呢，来自印度的学生人数达到了422335人，一年内呢净增了44715人，而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为329541人，减少了824人。印度和中国学生总数达到了751876人，占全部 F1 和 M1 学生总数的 47.5%。这场变化的规模和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印度在1年内的增长量达到了44715人，几乎相当于排名第5的巴西的全部学生人数44721人。这不仅仅是排名的简单变化，也是全球人才流动版图的一次地壳运动。这一转变对美国大学的招生策略、校园文化、校友网络建设乃至美国科技行业的人才构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2024年国际留学生就读的学历层次分布。从攻读的学位层次来看呢，国际学生的选择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职业规划和投入产出考量。在美国攻读高等教育学位的外国学生人数为1434748人，比2023年增加了近82000人。硕士项目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最主流的选择，占据了接近半壁江山，也就是接近了 46.5%。不仅如此呢，硕士层级的学生人数也实现了最大的绝对增长，年度增加了58765人，相比之下，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占比分别为 32.4% 和 15%。这个趋势的背后呢，是国际学生日益增强的职业导向。通常为期1到2年的硕士项目呢，相比4年制的本科，提供了一条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优化的路径，能够更快地获得美国学位和宝贵的 STEM OPT 工作许可。这也清晰地表明，对于大多数国际学生而言呢，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主张是优质学位加上职业跳板。美国作为全球顶尖人才孵化器的角色呢，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理分布，也就是热门留学州份与区域的趋势。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分布呢，也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主要流向经济发达、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就业机会集中的州份。可以看出来呢，加利福尼亚州呢持续领跑，仍然是国际学生数量最多的州。数据显示呢，该州共吸纳了237763名国际学生，占全美国际生总数的 14.6%。凭借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多元的环境呢，成为了国际生的首选目的地之一。紧随加州之后的是纽约州，以172522名国际学生的规模呢位居第2。
那么它丰富的学术资源与就业机会对全球留学生呢具有比较强大的吸引力。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这5个州呢，吸引了全美47%的国际学生，前10个州的留学生比例达到总数的67%。这种高度集中呢，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州呢，不仅拥有最多最顶尖的大学，同时也是全美乃至全球的经济和科技中心，是顶级雇主总部或者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地。这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强化的人才枢纽生态系统。顶尖大学吸引顶尖学生，顶尖学生呢又吸引了顶尖雇主，而顶级雇主的存在呢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地区的大学对未来学生的吸引力。从区域增长来看呢，南部地区以 8.5% 的涨幅领先全美，显示出这个地区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的潜力呢正在快速的提升。通过这2期的视频呢，我们解读了美国留学生的最佳雇主、最佳实习、最佳专业 OPT、STEM、最大国际生以及最多国际生等等数据，希望呢对留学生的留美学习路线以及工作有所帮助。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呢拓宽跨学科的技能，规划清晰的职业时间线，善于利用多元的资源呢，主动争取机会，全方位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关注、点赞、分享，谢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